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小生的诚意赘婿之年，录节目主动搭女方小手，下血本买女方杂志。丁禹兮可谓内娱最称职的赘婿。虽然这种称职的赘婿行为通常会被称为生粉为粉地狱，但不得不承认，小丁算是今年唯二营销出声量的小生。另外一位也是个赘婿，那就是《墨雨云间》里入赘吴谨言的王星越。江湖公认，吴谨言是王星越最好的医美。某种程度上来说，翻红的85生灵更新也是通过入赘刘亦菲、赵丽颖而获得话题度。剧集普遍遇冷的2024，当赘婿可能是小生们最好的出路。回顾这一年，花旦们一直在制造话题，85花的扛剧，95花的对打，00花的得奖。但曾经腥风血雨的流量小生们竟集体沉默了。头部小生肖战、杨洋等均未播剧，王一博《追风者》播出效果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，整出个奖项风波略有尴尬。待报生们陈哲远、张凌赫、曾舜晞、侯明昊一直处于无效播剧状态，商务宠儿程毅、龚俊、谭健次等播剧声量则与商务表现完全不匹配。既然谁也没比谁强，低调沉默可能已是小生们最好的自我保护，总比落下掉队的画饼好。于是乎，这种低调沉默的整体氛围就给了赘婿们出头的机会。其实从85花一代开始，当家花旦的男搭档就经常会被戏称为赘婿。自打90花杨紫立柱扛剧旺夫人设，男演员更不避讳赘婿身份，纷纷争抢入赘名额。去年《长相思》4大赘婿谭健次、张晚意、邓为、王弘毅就吃尽红利。虽然《长相思》下半部时隔太久，但永夜星河与凤航玫瑰的故事《墨雨云间》们仍在延续赘婿的神话。江湖代有赘婿出，一代更比一代赘。即便是那些短暂出走的赘婿，也会发现一番大男主戏只有黑红剧灭，做赘婿已算不错归宿。路人盘下降，小生只能吸花粉。以前男女双方炒作荧幕情侣，现在俗称炒 CP， 通常需要双方达成一种约定。如果某一方比另一方更有人气，可能会选择拒绝炒 CP。赘婿即使想炒，也一个巴掌拍不响。但自打视频网站立志要捧新人，炒 CP 几乎就成了剧宣的必经流程。人气方即使深知自己在扶贫，可受限于平台合约，也会配合炒 CP， 于是入赘情况便大大增多了。不过，以前的赘婿诉求可不只是做个赘婿，他们通常会前期配合炒 CP， 后期上演精彩的拆 CP 大战，进行提纯为粉的流程，最终自立门户。而现如今的 CP 赘婿仿佛没有了自立门户的想法。对比2022年《苍兰诀》里的王鹤棣与现在《永夜星河》里的丁禹兮，就能感受到这一变化。从《苍兰诀》吸粉情况来看，男女双方势均力敌，并没有一边倒的情况。而且剧一播完，王鹤棣方面便走上了拆 CP 的流程，不仅留下了不亚于虞书欣的唯粉体量，还凭借超强的粉丝购买力跻身小生商务第一梯队。同样是虞书欣一番主演的剧集，同样是播剧前虞书欣的粉丝体量更大，永夜星河的吸粉状况却大不相同。从剧集官方实物衍生品的销售统计来看，虞书欣所饰演的灵妙妙相关衍生品销量约占总销量的 85%，丁禹兮所饰演的木生相关衍生品销量仅占 20% 左右， CP 衍生品占比则微不足道。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剧都播完了，丁禹兮不仅不拆 CP， 甚至还下血本买虞书欣的杂志。而轮到自己卖杂志的时候，还专门设置成了限量，
美其名曰不割粉丝韭菜。赘婿当道，或许跟整个古偶市场的路人盘下降有关。小生们只能指望古偶基本盘，而这些观众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先前古偶剧的小花粉丝。而且从李现出走半生，归来仍是养子赘婿的情况来看，花粉可能真比生粉长情。哥哥弟弟层出不穷，不好就换，但自家姐姐妹妹可是要长长久久的。回望整个现偶古偶体系，流水的男主铁打的花旦，昔日与85花炒过 CP 的男搭档，如今简直已被归为中老年。霍建华、吴奇隆、刘恺威婚后都消失了一段时间，还活跃在荧幕前的冯绍峰，明明当初攻收视爆红的时候，声量跟杨幂不相上下。这些年他保养甚好，专注事业，也没什么负面新闻，但留给观众的印象似乎只剩赵丽颖的前夫。消失的小生底盘，能否在不同平台拉升一定的播放量底盘，是观众衡量一个艺人扛剧与否的标准。如今这一标准也在逐渐失灵，整体的大盘数据下跌之后，艺人播剧成绩的下限也在跟着降低。但整体来说，花旦们仍有拿得出手的成绩。赵露思在《珠帘玉幕》上失手了，但神隐的《云和集均》播放量和杨紫的《长相思》第2季差不多。同样的，虞书欣在其《今朝》上失手了，但《永夜星河》又扳回一城，《云和集均》播放量和杨紫的《要99爱》差不多。反观小生这边，简直没有观众底盘可言，谁也没有拿得出手的成绩。本以为程毅在沉香如屑之后，通过莲花楼成为了被市场验证的扛剧生，但其后播出的2部剧《南风知我意》身前均没什么讨论声量，云和集均播放量更是摆明开外。当然，也有可能因为这2部都是积压剧，作品成色上差点意思，程毅粉丝也觉得没必要盲目支持。谭健次主演的电影《被我弄丢的你》卖了2亿票房，大概率会成为2024年最卖座的爱情片。当电影圈开始注意到他的粉丝购买力之时，他在剧圈的表现却令人大跌眼镜。今年暑期档，接在《长相思》第2季后面播出的古装剧《四方馆》，什么红利也没吃到，最终云和集均播放量跟《狐妖小红娘》月红篇差不多。同样在《长相思》里入赘杨紫的张晚意也没能吃到红利。《长相思》之后，他接连播了2部古偶剧《锦绣安宁》《柳州记》，均没有太大水花。张晚意再次被群众质疑走错路线，正剧脸硬挤古偶赛道，角色同质化严重，演技也连带下滑。但换个角度想，《四方馆》《柳州记》《锦绣安宁》都是一番男主搭非流量女主，急于一番无处可坠，恐怕也是这批古偶小生飞升失败的重要原因。古偶赛道小生的成绩差强人意，其他赛道小生则是全军覆没。与优酷合作多次的酷太子侯明昊、李弘毅今年入局新武侠赛道，根据动漫大 IP 改编的《少年春风醉白马》播出效果不及预期。与爱奇艺合作多次的桃太子陈哲远、曾舜晞今年则转战谍战赛道，陈哲远的《暗夜与黎明》成绩比其今朝的成绩还差。曾舜晞的《孤舟》即使有张颂文当2番，仍然带不动播放量。尽管小生们反复被市场验证没有自立门户的能力，但仍然有很多小生不满于赘婿身份。被称为内娱第1赘婿的张凌赫，连续当过85花景甜、90花白鹿、95花虞书欣、00花赵今麦的2番男主。待播新剧《爱你》终于压翻了95胡花徐若涵，当上了1番男主。传闻他还将在大女主剧《竹玉》里与95花田曦薇平番。或许大家都要折腾这一圈后，才更明白当赘婿的好。曾红极一时的现男友李现就是例子。他去年入赘刘亦菲演了去有风的地方，以为自己已恢复热度，
今年领衔一番爱情剧《春色寄情人》却播得悄无声息，云何集均播放量与上述小生差不多，泯然众人矣。后续他又不得不接受继续做养子赘婿的命运，出演了国色芳华。不入赘，还有他路吗？如今各家平台都在积极布局男频剧，但资源基本被两类小生瓜分，一类是既往已成名的头部小生，以张若昀、肖战、杨洋、王鹤棣等为代表，他们既往有过爆款作品，自带很大的话题与流量。这种大 IP 男频剧需要男主演担很大责任，同时也要承担很大风险。肖战的电影《射雕英雄传》侠之大者要比男频剧《藏海传》先被市场检验，到时电影卖座与否恐将影响后续男频剧的播出效果。王鹤棣闹出泰国演唱会卖不动票的新闻后，大奉打更人的播出则不免让人有些担忧。另一类则是背景型小生，俗称资源咖，以郭麒麟、白羽帆为代表。郭麒麟在赘婿之后，虽然没有再演典型的男频剧，但他想要拿下一个男频资源也是信手拈来。只是他更愿意去多方尝试，什么类型的男主剧都可以试一试。郭麒麟、白羽帆今年的播剧效果也算95声梯队里表现最好的。郭麒麟的《边水往事》，白羽帆的《城中之城》都取得了云和集均3000加的播放量，排在今年剧集的前25。其实男频剧的路也并不好走。欢瑞前一哥任嘉伦今年刚铺了一部男频剧《烈焰》，云和集均播放量还不如张晚意的《柳州记》。传闻男频剧即将接2连3定档，长视频的古偶之战将全面转向男频之战。如果男频剧的市场反馈较好，或许资源也会倾斜到其他小生身上。暂时来看，不想做赘婿，又演不了其他类型的小生，可能根本问题还是出在自身。一个没演技的小生，习惯了在偶像剧滤镜里扮帅，到了其他类型的剧集里只会原形毕露。不只暴露自身演技短板，也令整部剧的风格变得不伦不类。一个有演技的小生，其实不用拘泥于类型，只要角色适合自己，去其他剧种里当配角反而能实现有效播剧。比如王安宇在《小巷人家》里的表现，他演出了角色林动辄的青春活力与成熟魅力。尤其是对比范丞丞，他的演技受到了观众的广泛认可。圈粉与口碑效果远超他成绩其实还不错的古偶剧神隐。所以说，各位小生也该打开格局，既不用硬做赘婿，也不用去男频赛道人挤人，只要找到合适的角色，便能迅速收获自己的观众。